感受有100年历史的面制工艺，探秘广东侨乡的美食秘密，看看华侨之乡江门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景和美食。从调味品到特色菜，节目组将带你发现不一样的侨乡美食。此外，还有厨神明星和新奇的礼物为你呈现。四川精彩尽在美食。欢迎收看由悦享冠名播出的《悦美食》。有人说，做勇敢的自己，持续朝着阳光走，影子就会躲在后面。做一个懂爱的自己，爱每一个平淡又温情的日子，爱每一餐充满温度的味道。我是梁振伦，取悦自己，用心生活。本栏目由东谷酱油特约播映。刚才导演跟我说，厨房里面缺了一样东西，缺了什么呢？这都有。锅。神秘事件之消失的锅具。锅具神秘地消失在厨房，想要顺利完成菜品制作，需要与粉丝进行互动，轮流用棒球击打数字板，从而获得相应数字背后的厨房锅具。能不能开饭，就看你的啦。就按照这个棋局的方式来说，就应该先占据最有利的那个位置，是吧？5号，5号是什么？我看。哦，是珐琅锅。珐琅锅，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太幸运了。这个锅绝对是我今天特别想得到的一个锅具，因为这个锅，跟我今天做的菜是非常息息相关的。那我感觉今天我没有跟你 PK 的必要了，因为你第一下就砸中了。那也得感谢你啊！你跟我说的是应该是先占据有利的位置啊。其实之前我也是不知道啊，可能今天你是客人，然后我呢作为一个粉丝啊，能给你带来这样的好运，也是很开心，很开心啊！谢谢。那特别想让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把我们的珐琅锅拿上来，感受一下是不是你想要的那款，好吗？啊，对，就是它。哇，珐琅锅还是很重啊，很重。它非常的沉。我现在先暂且不告诉大家珐琅锅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反正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我也要试一试自己的这个运气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好像还有很多的这个没有揭晓的答案啊，我试一下。老奶奶还是8号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一起看一下8号啊。哦，8号是，煎蛋锅可以。我觉得我们平常其实，在做饭的时候，这个煎蛋是非常合适的。对。现在呢，我觉得，因为我的生日是4月22号嘛，所以说我觉得4号。来，为人民服务。是感觉这是另一种时尚的风格，一种时尚的搭配，棒棒的。其实很有年代感。恰恰今天呢，我做的这道菜的话，它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敬请期待吧。好的，我真的今天特别想尝一下你的手艺啊。那接下来你应该还有一次机会。哦，好，3号，3号也不错，离2很近。那我们要揭晓一下3号是吗？炒锅。对，3号是一款炒锅。这款锅你今天能用到吗？我肯定是要选这一款的。这款锅具的话，是我今天的一道主菜。用着它，看着这个鲜艳的这个颜色，我觉得挺暖心。就是这个珐琅锅。现在我就可以揭秘了，今天我要做什么？今天我要做的是青橄榄红萝卜猪骨汤。为什么要选择这道菜呢？其实是因为这道汤里面富含着妈妈的味道。我妈妈就是一个特别会做菜的人，一到这种天冷的季节里面，就会给我煲各种各样的汤。
其实我最记忆犹新的就是这个汤，这个汤一简单，然后又富含大量的营养，然后喜欢爱美的女士呢，它里面有很丰富的那个胶原蛋白，所以说更适合你们喝哦。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去演示这个汤的做法，也献给电视机前的妈妈们。首先呢，我们先要把这个猪扇骨，把它去用水去沸一遍，去掉它的腥味和它的血。猪扇骨恐怕大家都听过，但是都不知道它是猪的哪个地方。其实猪扇骨呢，其实就是猪的肩胛骨，不是我的肩胛骨。它用这个地方的话，为什么呢？它的这个骨头呢，含有那个骨胶原会比较丰富，所以说我们都会用这个地方来煮它的汤，会更入味儿。其实啊，我们做这个骨汤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沫把它撇出来，这样让它再煮一会儿，应该我们就可以盛出来了。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捞出来了，这样子的话会让汤更鲜美。至于青橄榄的话，它有生的，还有罐头装的。我们这回为了要方便一些呢，我们就买的是罐头装的。我们呢现在要进行把它给拍裂。为什么要拍裂它？这样子的话会让它煮的时候更入味儿。好了啊，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在盘子里，先放在旁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到红萝卜了。如果生吃，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它的味道，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妈妈才想到了去给我做这样子的猪骨汤。用煮或者是蒸的方式的话，会让它的味道小一些，所以说更容易方便我吃。不管是青橄榄也好，红萝卜也好，它都是具有一个甘甜的效果。我们都知道，在汤里面的话，尽可能少的去放盐啊，去放糖啊这些东西，就要用这种新鲜的天然的这种东西让它煮出来，煮出那种甘香。接下来呢，就是要把玉米给切断，要把玉米切断。现在呢，我们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猪骨汤。我们可以先把肉下进去，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食材都放进去，还有我们的橄榄。好了，我们差不多大概也要等上2个小时的时间。我现在就可以来揭晓现在为什么我要选这样的珐琅锅。因为珐琅锅它是一种铸铁锅，别看它很沉，它是把肉能炖得非常的嫩，所以说我选择这样子的锅。看，现在已经都开始冒烟了，这个香味已经慢慢都已经渗透出来了。我希望你们能隔着屏幕也能闻得到。难道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哇！如果是在这种大雪的这个季节的话，去喝这样子的汤，真的是暖到心也暖到胃。我们就可以把它给盛上来了，满满的营养啊，真的好香啊！这么好的汤就要配这样子的好锅，就像这个猪扇骨，它已经煮到这个骨头里头了。因为这样子的铸铁锅，它具有这个高保温和高效能的一个聚集的一个效果，它能使这个猪骨更鲜美。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青橄榄红萝卜猪骨汤，妈妈的味道。只有这样子的好锅，才能炖出来这样子的好汤。怎么样？你们也去给妈妈炖一个。感谢火锅吹大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因为吹大黄爱上中国菜。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时尚生活方式，如果你想找到更好的优质生活用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悦享。
广东江门是一座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城市，而它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华侨之乡。寻味寻源，透过美食看世界。接下来，节目组将带你去感受舌尖上的侨乡。当地最有名的特色之一，便是鹤山的鼓牢面食。而说到鼓牢面食，则要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间。相传从那时开始，这里就已经有了酿造面食的风俗习惯。要制作好的调味料，水源很重要，选料也很讲究。面食的主要材料是黄豆，用东谷酱料制作工艺酿造的有酱油、食醋、腐乳等60多种产品，而鼓牢面食酱则把这一传统工艺发挥到极致，坚持沿用传统的天然晒制方法，使之符合现代人追求健康环保的饮食概念。这项有复杂环节的技艺需要传承，而这则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人。我是鹤山市东谷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任达宏。鼓牢面食是源于当地的一个鼓牢镇。原来鼓牢镇呢是以姓鼓的和姓牢的2个姓组合成鼓牢镇。原来鼓牢镇的那个面食的制作厂家比较多。后来逐步经过市场的那个淘汰，还有质量产品的一个传承度，只有一家，就是说我们东谷公司存下来，一直用鼓牢镇的那个名字来做那个鼓牢面食。鼓牢面食代表着鼓牢，更代表着手工艺人对传统美食的态度。鼓牢面食是一种那个最传统的那个制作方法也列入了我们的那个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粒黄豆到面食的华丽转身，需经过多个制作环节，从清洗蒸煮到第一次发酵，每个步骤都体现着制作上的匠心匠力。它这时候经过120天到180天的那个天然的那个晒制，经过8道工序的那个翻取，用的那个工具都是传统那种陶缸，还有那个竹砾来作为那种防护，所以它出来那个风味就比较传统，比较正宗的。晒制是最为关键的环节，这是时间的沉淀，更是体现制作者耐心与工艺的关键步骤。我们这种产品呢都不经过那个灭菌，也不添加那个防腐剂，它是一种天然的那个产品。在防腐处理上，鼓牢面食也延续了最为天然和健康的方法。因为我们的鼓牢面食是采用那个传统的方式，它出来那个鼓牢面食，它那个还原糖就比较高，还有就是说它产生的那种酒精的含量，那种醇比较高，所以说它就起到一种防腐的那个效果。第二个，我们鼓牢面食的那种含水的比例大概去到45%左右，符合那个食品要求，就是说那个达到了一种防腐的效果。鼓牢面食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制作工艺
比较复杂，对晒制容器的选择也非常严格。从发酵缸、晒盆到储存缸，都必须是陶瓷制品。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常常会遇到阴雨天，由于面豉要露天晒制，遇到雨的话，工人们就给他们戴上一顶顶的帽子。在东莞一个露天晒制厂，每一只陶瓷晒盆都配有一顶竹帽子，形似斗笠。这种方法从100多年前开始，一直沿用到今天。因为我们从清朝以来一直都是用那种斗笠来作为那个古老面食晒制的一种防护的那种方式，因为毕竟它的防护性比较好，透气性比较高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那种斗笠去作为古老面食晒制的一种防护方式。作为当地的特色，鼓牢面豉一直有着远近闻名的影响。而面豉不仅是代表了鼓牢，代表了侨乡江门，更代表了中国味道。而在江门，依山傍水的鹤山同样是一个有别样味道的地方。侨乡的味道同很多地方一样，也是根据当地的地理特点来缔造。依山傍水的鹤山自然不缺乏河鲜海鲜，而这里的河鲜海鲜同样离不开调味品。大家好，我叫吴志阳，是地地道道的鹤山人，也是我们几家餐厅的创始人。豉汁白鳝是鹤山比较地道的一道美食，除了有地道的核心味道外，这道菜也融入了鼓牢面豉和东莞一品线。再加入吴志阳特别设置的一款容器，你能看到最自然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一道菜。首先呢，把那个鸡把它烫好，然后把它斩件，一件的斩好，然后呢就用那个姜啊、蒜啊，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调味呢，就是沙姜。沙姜，它会带出那个鸡的整个鲜味的。然后呢就把那个鸡肉把它倒在这个锅里翻炒，炒得焦香。然后呢，就加一些酱油，再加一些糖，再加一些米酒，这样呢就把它炒得干水之后呢，然后用锅盖它2-3分钟，把它焖熟。这样一打开锅，哇，那种肉香味还有那个沙姜味，吃起来呢，人家就觉得哎呀，如果没吃饭就觉得有点饿了。还有呢，我们这个菜呢，我们为了显示它的地道，我们就用那个容器，有特别的容器来去把这个啫啫鸡把它装上来，这样呢就是彰显这个鸡的那个美味吧。就是用这个龙船晒这个龙船呢，是我们鼓牢的一个流传下来的一个集体的活动也是我们这里的一种文化。所以说，我们用那个龙船来装这个很香很嫩的鸡肉呢，就觉得它更加的美味，还有那个视觉的感觉，就觉得哎呀，来到这里呢，我们就品尝到我们地道的啫啫鸡，还有我们的最好的文化，同时呈现出给大家。豉油鹅也是当地的特色之一，而接下来吴志阳将要制作一道融汇豉油鹅和辣椒酿鱼滑的
奇观特色。为什么有这样的构思呢？因为这个鱼滑呢，就是用到这个是鲮鱼。鲮鱼肉呢，它的特点是鲜美，但是呢，有个缺点呢，就是它很多那个鱼刺，所以说呢，就把这个鲮鱼肉，就是把那个鱼骨呢，那个大骨把它取掉，然后把它剁成那个鱼滑，然后我们就配一些那个淀粉啊，还有那个胡椒粉啊，就把它葱啊揉在一起。然后就把它晾在一个青椒上，这是那个辣椒，这个辣椒有一点点的辣味，配合这个鲮鱼肉呢，吃起来呢特别香、脆、甜，都把它呈现出来。因为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都是尊老爱幼啊，让我们一家人从3岁到80岁都能吃到的，所以说这样的美食才是我们觉得是最好的美食。从古老面食到特色菜品，你能看到百年调味品是如何炼成的，更能看到地方美食是如何构成的，而这些也构成了侨乡的美食特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时尚生活方式，如果你想找到更好的优质生活用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悦享。美是对食材的认知，食是对菜品的升华，料理是一种对于生活的享受，而它就是将美味最地道的还原出来。它是管乐，今天将由它和你一起分享味蕾之旅。本栏目由东谷酱油特约播映。感谢美食节 APP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呢，我教大家一个日式的煎牛排的方法。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热沙拉，也可以；你说它可以说是一种小头盘，也可以。所以经过我们今天这种烹调方法呢，给大家带来一种另外的一种牛排的一种享受的感官。美食节让厨房变可爱，让吃饭变简单。我们现在呢，要做一个汁，就是配牛排的汁。表面有温度上来了，我们把这个米林，就是日式这个甜料酒，倒进去，加入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你多放一点啊。好，现在把火调到最小，昆布。我们现在把昆布放进去，要泡它，多放一点没关系。好，我们给它放进去之后，然后抓一把木鱼花，这个日式的这个木鱼花。好，柠檬，我们取一个，给它切角。现在呢，我们加2角这个柠檬汁的汁儿进去，我们再把柠檬放进去，不浪费。这个汁儿呢是酸甜口的。经过这个东谷一品鲜酱油之后提味儿之后呢，这味道会达到另外一个境界，稍微拌匀一下，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这个时候我们把盖儿盖上，让它把所有的香味儿全都保留在这个锅里。现在我们处理洋葱，我刚才说了，这个菜可能是类似于一个小沙拉，所以我们需要把洋葱切得非常非常的细。我们沿着这个洋葱的这个纹路注意不要切到手啊。切到非常非常细，非常非常的薄，这样呢，吃到嘴里之后就不会觉得很苦涩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没有那种口感了。我们现在码入这个盘中，很随意，码好之后我们备用。鲜姜，给它去皮，我们把它切成丝，要切得很薄，很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丝切好了，现在放一点盐去杀它一下，一点点就够，把姜丝里边这个水汽给杀出去。我们热一口平底锅，放入稍微多一点的橄榄油。好，这时候呢，这个姜丝已经用盐杀过水了，我们攥起来，把这个姜汁挤出来。姜汁我们不扔，
还留着。在我们炸制的过程当中，这个姜丝就可以变成很脆很脆的一个姜丝。油温大炒5成熟的时候，5成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姜丝，放进去了。我们就去拿宽一点的油去煎这个姜丝。好，有的这个姜丝已经开始慢慢的上色了啊，马上就要炸好了。取出，吸油。好啊，趁热的时候呢，我们给它打散，注意安全一下，别烫着自己。现在我们开始腌制这个牛排，怎么这个煎制牛排更好？提前1个小时到2个小时拿出来，让它放到室温。还有一个小窍门啊，大家要知道啊，煎牛排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牛排上面这个水汽全都蘸干了，不要带着水进去。目的呢，就是在加黄油、加这些油脂煎的时候呢，表面能形成一个很香脆的一个感觉，上色也很均匀。这时候我们拿这个盐、白胡椒粉腌制它，一面腌完之后拍一拍啊，把这些盐分啊、调料啊拍进去，我们再腌第2面。好，同时也算是给它做一个按摩，让这个肉更放松一些。好，我们起锅，加入刚才我们炸这个姜丝的这个姜油，锅要烧到7成热左右就可以了，温度不要太高，因为这个温度足以把牛排表面的这些纤维啪就一下缩紧了，这样呢就一能保证它里面的水分，第二能保证咱们吃的时候口感很嫩。我们把这个牛排放下去，放下去就不要再动了，让它表面这个糖分慢慢的凝结成一个焦糖的状态，就是我们形成的那种外壳。我们今天选取的牛排呢很薄，所以每面煎的时间呢不能超过1分钟。轻轻的去按压一下，保证每个面都能接触到。夹起来，让它煎一下这个油脂。这时候我们可以关火了。好，我们把多余的油脂倒掉，还是用这个锅，我们加1块黄油进去，1小撮百里香，我们管这叫无火烹饪嘛，把火都关了啊。我慢慢的把这个化掉的黄油撩在这个牛排上，把牛排取出，然后把锅中的黄油倒在这个牛排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在让这个牛排休息放松。预热之后，肌肉纤维会缩紧，凉了之后呢，它会随着室温慢慢的放松。这个时候我们吃的时候，再切这个牛排，就口感就不一样了，就会变得非常的嫩。OK， 我们这会儿拿回我们已经切过的这个牛排，我们采用薄切的方式片它，一片一片的给它片薄，给它码好。这时候呢，我们把刚才炸的这个姜丝放在这上面，起到一个装饰作用。同时呢，我们在夹起每一片牛排的时候呢，结合底下的一些生菜，还有上面这些姜丝，丰富一下我们的口感。最后，我们把刚才做的这个牛排的这个酸甜汁儿，我们要把它浇在这个盘底。好，行，这道菜我们基本上就算完成了。具有日式风情的牛排小菜，终于可以和我们的家人一起分享了，希望你们喜欢，谢谢。美食节让厨房变可爱，让吃饭变简单。感谢国锅吹蛋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因为吹蛋黄爱上中国菜。